你以为星系就像一个巨大的风车整体旋转吗？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真是那样，我们的银河系早就把自己拧成麻花了。今天我们就来揭开星系旋转的惊人真相。我们都见过星系的图片，它们通常外观壮丽，拥有绚丽的色彩与形态。但由于这些都是静态图像，你可能会好奇它们究竟是如何旋转的。最直观的初步想法是，星系围绕一根轴旋转，旋转时的样子或许类似这样。如果我告诉你这种想法完全错误，你会感到惊讶吗？首先，星系并非固态天体，而是由数百万到数万亿颗恒星构成，每颗恒星都有各自的轨道，不过至少它们大多沿同一方向运行。但实际上，螺旋星系不会像刚才设想的那样旋转，一个主要原因是角动量会使旋臂越缠越紧，我们并未观测到这种现象，因此一定有其他机制在起作用。主流理论认为，这些旋臂由密度波引发，这意味着星系的实际旋转方式应该是这样的：旋臂保持固定位置，而恒星与气体则从旋臂中穿过。另一种理论提出，超新星与恒星风产生的冲击波是形成旋臂的原因。这两种理论或许并非互斥，两种机制可能共同发挥作用。密度波的形成可能与恒星的自引力有关，恒星在受到其他力扰动后，沿轨道运行时会产生这种引力作用。由于恒星之间存在引力相互作用，最终会形成一种规律，它们的轨道在星系内特定区域交汇。非常有趣的是，在土星环的某些区域也能观测到密度波，这些区域中有一段光环看起来像树干的横截面，但实际并非如此。该区域的光环受到了隐藏在环内的小型牧羊卫星的引力影响，你实际看到的是一条缠绕得非常紧密的光环，有点像黑胶唱片，而且和星系一样，这条臂的形状保持不变，既不会变紧，也不会变松。在螺旋星系中，大部分恒星形成过程都发生在旋臂内部，星系内的气体与尘埃也会在旋臂中聚集。这就是为什么你常会看到恒星形成星云点缀在旋臂上。旋臂之所以更亮，不仅是因为这里的恒星数量更多，还因为所有炽热、年轻且明亮的恒星都集中在这些区域。由于温度最高的那类恒星寿命极短，当它们从旋臂中移出时，其中许多早已燃烧殆尽。与螺旋星系相关的另一个有趣现象与暗物质有关。在早期宇宙中，暗物质更为分散，此时以普通物质为主导的星系内，外围恒星的公转速度会远慢于靠近中心的恒星。但如今受暗物质影响，星系边缘附近恒星的公转速度快了许多，暗物质十分神秘，除了通过其引力效应，我们无法以任何方式观测到它。随着时间推移，暗物质似乎逐渐向星系中心聚集，这使得恒星在星系边缘的公转速度超出了仅由普通物质引力所能解释的范围。关于这种现象的成因，还存在其他理论，但这些理论都需要改变我们目前对物理学的认知。我们之所以能得知恒星绕星系公转的方式发生了这种变化，是因为观测极其遥远的天体，相当于回望过去数十亿光年外星系中的恒星。其公转速度似乎比距离我们近得多的星系中的恒星更慢，且这种差异会随星系距离的不同而变化。当然，宇宙中也存在一些打破常规的星系，例如 NGC 4622星系，这是一个奇特的星系，其旋转方向与旋臂指向一致。起初这种现象难以被接受，直到人们发现了它更小的内层旋臂。该星系在不久前的过去可能经历过一次星系合并，这很可能是导致该现象的原因。另一个特例是黑眼星系，它拥有两个反向旋转的气体尘埃盘，能看到所有尘埃带的内层盘旋转方向正常，而外层盘中的气体则沿相反方向旋转。有趣的是，该外围区域的恒星似乎并未逆向公转，这意味着只有气体在逆向运动。人们认为该星系可能仍在从星系际介质中获取气体，或曾与另一个富含气体的星系合并。今天要介绍的最后一类星系是星系的另一大类别——椭圆星系。椭圆星系中的恒星通常比螺旋星系中的恒星年老得多，因为其内部的尘埃带已消耗殆尽，恒星形成过程几乎完全停止。在这类星系中，恒星彼此独立性很强，各自沿偏椭圆形的轨道运行。有时，一些星系会同时表现出螺旋星系与椭圆星系的特征。这类星系被称为透镜状星系，它们拥有尚未完全消耗的尘埃环，外观十分暗淡朦胧。恒星形成似乎是维持旋臂清晰形态的关键因素。一旦恒星形成的原材料耗尽，我们就会观测到螺旋星系的旋臂形态
逐渐模糊。或许透镜状星系就是螺旋星系与椭圆星系之间的过渡阶段。好了，以上就是关于星系旋转方式的介绍。